柯少爷，听说你要出门啊？老太君吩咐的事，不得不去。不过听老太君的口风，此事似乎是三少爷提出来的，才让我去收了那商行。这三少爷一向不过问生意上的事情，这次都是怎么了？还有那个三少奶奶也不是个省油的灯，搞不好这一次就是他们二人的诡计。小巧，我此次出门在外，府里的上上下下，你要好好留点心。老太君来了。小巧啊，你身为老太君身边的人，我都记得清清楚楚，你怎会忘了？老太君曾多次说过，人前爱争长与短，人后必然话是非。你以后所有不顺心的事，一定只可以跟老太君讲，不可以人前人后的乱讲，记住没有？是，柯少爷，我知道了。还有啊，哎呀，你走了。还有，我走之后，这府里的上上下下一定要多留点人盯着，还有三少爷那边也要留点心。你看，轿子已经备好了。少爷，您的包袱。来，起轿，走了。天磊啊，找奶奶有什么事吗？奶奶，最近咱们这儿来了一个戏班，叫鸾喜班，他们演的剧目，我们连听都没听说过呢。现在已经唱红了整个林州城。行吧，那就把这个戏班请到齐府来，为齐府的老老少少专门演上一场，可好？行。二老弟娘在此休息片刻，待去早晚随来。好。哎，天高望地远啊！有缘父此生呐。你们逃得出江州，却逃不出我的手中。哎呀，周公子啊，你为何就少不了我们呢？阴曹地府，讲理去吧！上。可怜的。
的娘。哎呀，好了，奶奶，您别哭了，这哭坏了身子可不好。奶奶，您觉得这出戏如何？这个戏是不错，就是太苦了点儿。哎，这个戏叫什么来着？叫《丁郎恩仇记》。那个演丁郎的小生啊，唱功不错，做工也不错。奶奶，您有所不知，这位丁郎可是确有其人，这出戏也是真的。哦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这丁郎是我朋友的一位亲戚，现在就住在我朋友家里。哎呀，这可怜的丁郎啊！奶奶，您想不想见见这个丁郎？也好，改天你把他带到齐府来，咱们好生的安抚安抚。好，那我明日便去请他来。奶奶，那你就不能伤心了。好。奶奶，我新寻得了好茶，一会儿让小巧姐跟着小喜去取。小巧姐烹茶的手艺，您是最满意了。等泡好茶，给您好好尝尝。好，行。小巧姐，随我来吧。那茶呀，可香可香了。是吗？您肯定会喜欢的。奶奶，见过老太君。起来，不必拘礼。起来，快起来。你就是戏文中的丁郎。老太君，丁郎是戏中人的名字，小生姓纪，叫敬堂。听你的口音，不像是本地人吧？我是江州人。江州人，人长得不错，名字也好听。就是你的命太苦了。昨天那戏看的呀，惹得我这个老太婆直落泪呢。你的爹娘死得也太惨了。老太君，他们杀害我爹娘的手段，比戏中的还要残忍。别难过，别难过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问问你，为什么不把真实的情况写到戏里，让大家都知道呢？戏班班主怕惹祸，只能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。况且我爹的冤屈，也不是一场戏可以说明的。戏说不明白，嘴能说明白吧？老太君，那戏里的周世彪是借刀杀人，可那江州的周世彪是用毒计害人，心狠，手更辣。他们为什么要缠着你家呢？江州城东有一恶霸，恶贯满盈，坏事做尽，而他的儿子周世彪，跟他比起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，人称玉面郎君。我们家在城西经营着一家药馆，本来与他们周家毫无瓜葛，可万万没想到，还是被那恶人盯上了。那他们有何图谋？他们看上了我们季家的药馆，那是块生意兴隆的风水宝地。起初，只是派人出价收购，我爹爹一口回绝了。后来他心有不甘，便想出了一条
丧尽天良的毒计。毒计？什么毒计？奶奶，您先别急，听他慢慢说。好，你慢慢说。那恶人周世彪，一心想要我家的地，但是又不能从城东到城西去强抢，于是便挖空心思的陷害我家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在江州的大街上东游西逛，看到了一对乞丐母子坐在街头乞讨，心中突然冒出一个毒计。他别有用心地走到乞丐母子面前，说这乞丐母子的样貌像是他家一个什么远亲。一番花言巧语之后，周世彪让人把这个乞丐骗回家中，大吃大喝，让这个乞丐吃得好穿得好，犹如平地升天。如此，他也就乐得跟在周世彪身后收租讨债，狐假虎威，当了一个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的甩手公子。这个乞丐在周世彪家中一住就是半年。有一天，这个乞丐公子偶然得了小病，周世彪便请了个郎中给乞丐把脉瞧病，开了药方。乞丐公子便拿着这张药方到我家的药店去抓药。为人朴实的爹爹，万万也没有想到其中有鬼。他按照药方抓了药，给了这个乞丐公子。公子，你拿好。谢谢少爷。之后，周世彪又派人偷偷将真药换成了毒药。乞丐公子喝下去之后，顿时七窍流血，一命呜呼。贩卖假药，谋财害命，跟我见官！怎么可能呢？我们季家药铺一向卖的都是货真价实的药。快走！周世彪让他的手下抬着乞丐公子的尸体到我家店门口大吵大闹。爹爹和他们理论，可是这帮恶奴蛮不讲理，硬说爹抓错了药，害死了乞丐公子。他们不由分说地把爹拖进了衙门。收了周世彪贿赂的县官，用酷刑逼我爹爹招供。可怜的爹爹，蒙冤寒屈，惨死狱中。这个恶人丧尽天良，用无辜乞丐的性命嫁祸你家药铺，谋财害命。你刚才所说，都是从哪儿听来的？当年敬堂想去官府报官，却被那周世彪买通的狗官赶了出来。恰巧在门口遇到了那位乞丐老太，乞丐老太也觉得他的儿子死得有蹊跷，便去质问周世彪。这周世彪便派人在他的吃食里下毒。幸亏有个心善的小丫鬟提醒了他。老太知道周世彪要赶尽杀绝之后，便连夜逃走了。可这周世彪心狠手辣，竟派了许多人去追杀老太。老太受了重伤，眼睛也瞎掉了。她心有不甘，想去报官。途中我遇到了她，我带着她一路逃离江州，却不曾想，这周世彪派人连夜追赶我们。混乱之中，我与那老太走散。唉，善恶到头终有报。敬堂，你今日来，就算是我们有缘。这样，我送你一些银两，祝你日后去寻找那证人瞎眼老太，再去状告周世彪。若是我说出那周世彪的真实姓名，奶奶，这戏中的丁郎实是季敬堂，不过这戏中的周世彪嘛，是谁？禀告老太君，那戏中的周世彪不是别人，正是来自江州的柯世昭。
长什么样子呢？那我看看。你不是在睡觉吗？吓死我了！看什么看？怎么，只许姑娘方才偷看我，就不让我看你了？这扬州来的姑娘，好生霸道。我看你呢，我看你是因为怕你是个病秧子。这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那姑娘方才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遍，我是否是一个病秧子短命鬼的长相呢？长得倒是挺俊俏。还行吧，五官还算端正，鼻子是鼻子，眼睛是眼睛的。说得好啊，确实是鼻子是鼻子，眼睛是眼睛。没想到成个亲这么麻烦。我也一贯讨厌那些繁文缛节，又是拜堂又是磕头的，留着我们二人在这里守着什么规矩，像个木偶一样。我爱娘子在我这儿，不必拘束。饿了吗？来一块。都快饿死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要就着酒才好吃。哎，你这个病秧子，当心喝太急了。怎么，瞧不起我们病秧子啊？那咱们来比试比试。你就是个病秧子，我会怕你？这酒也太辣了吧！一喝就不是什么好酒，没有我们扬州的酒清甜干爽。那好，那咱们就换一种喝法。这满柜子的书哪有好酒啊？你莫不是喝多了眼花？
这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书中自有黄金屋。这书中还有好酒不成？娘子，猜对了。哎，且慢，娘子刚才不是说要比试比试吗？比什么？咱们就比比，用这青梅放在这2只碗中，若是娘子猜中了，那便我喝；但若是娘子没能猜中，那便娘子喝。我啊，可是火眼金睛，你输定了。好。来吧，这个确定在这儿？这个确定？就是它。娘子，你输了，喝吧。那肯定是这个。哎，若是没能猜中，便要再喝一杯了。喝酒喝。哎呦，不好玩，不好玩。我在家玩的都是投壶之类的游戏，真刀真枪的。你这些莲子果子，有什么意思吗？娘子喜欢玩投壶啊，那还不简单？你这也没有剑，也没有壶，怎么玩投壶啊？没有这些东西，我给你变出来就是。娘子，请吧。还挺有办法。中了，中了，中了！娘子，若我2只并头都中了，按照这投壶的规矩，可算是我赢。你投吧，我才不信你会中并蒂莲呢。那就看好了。哎呀，娘子，你又输了。哼，哎，今天运气真好啊！哎，原来没功夫呀！公子，公子，公子，你没事吧，公子？
意的，你快醒醒，公子，怎么办呢？他是个穷兵之人，我怎么能下这么重的手？你是在为我伤心吗？娘子，你别哭了。娘子，是我错了，惹得你生气了。我才不是什么，我可不是那种任人欺负的弱女子。嫁过来给你冲洗，已经够气人了。这都怪我这身子连累了你。不过，你跟我想的不一样。你真是需要冲洗续命的孱弱公子。如假包换。看你又喝酒又投壶的，真是古怪。这人世间的事，一两句话说不清楚。你反正已经嫁到戚府来，日后我再慢慢告诉你。不过你放心，我绝对不是冒牌的齐天磊。可是，我是冒牌的杜冰雁。倒是你，这扬州来的大家闺秀，怎会是如此做派？谁说大家闺秀就得摆着了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和习惯，就像你说的，这人世间的事儿，一句话两句话讲不清楚。我个性为何这样？日后跟你说。好，这样的性子倒也好。我也不喜欢那端着板着的大家闺秀做派。亥时二更，熄灯入梦。亥时二更，熄灯入梦。这时辰已晚了，你我就歇息吧。你自己先去睡吧。这洞房花烛夜，哪有一个人睡的道理？我刚来林州，水土不服，身子有些不适，所以还是各睡各的吧。定是他害怕与男子同床共枕。原来如此。这儿怎么只有一张床呢？这洞房内怎会放2张床榻？罢了。今晚我便睡在此处吧。那怎么行？要睡是我睡。哎，我一个堂堂7尺男儿，怎么能让一个女孩子睡这儿呢？我堂堂一个巾帼女英雄，怎么能让冰秧子睡榻上呢？不用再争了，我睡着。哼。为一缕香追忆，一色流烟30里，竟无人怜惜。清尽出身风雨息，燕归落汤溪。一叹不知你归期，而叹忆往昔。两情纵难饮苦泣，是怪相思。难忘当时为爱的坚持，两情纵难饮苦泣，是败在一念之间消失。弃恨至此，都不舍一世。
你不是睡觉吗？吓死我了！你就是个病秧子，我会怕你？你别哭！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我堂堂一个巾帼女英雄，怎么能让病秧子睡榻上呢？你想干嘛？不干嘛。昨晚睡得如何？还行吧。还做了梦呢，梦到了扬州的灯会。倒是你，昨天晚上委屈你了。哪有？我在那儿睡得也挺舒服的。不过，倒是你们扬州这规矩有些古怪，你怎么穿着鞋子睡觉啊？当然是为了防你们林州人。防着林州人？愿闻其详。主要是防你。防我？我有什么可防的？防止你在我熟睡的时候往我身上塞小娃娃，那可就麻烦了。你这话是听谁说的？没人跟我说过，我自己知道。杜小姐，你尽管放心，若是我齐天烈趁人之危，你想怎样罚我皆可。那我就废了你。你要废了我？这自古女子出嫁从夫，不应该是温婉顺从才是吗？呸！烦都烦死了，出嫁从夫，真是不公平。自古以来，男子犯了错，女子得忍气吞声；女子犯了错，不管是多小的错，男子就任意妄为。娘子高论颇有见地。既然如此，那倘若我齐天磊犯了错，娘子就写封休夫书，把我扫地出门，如何？好啊，要是你犯了错，我就拿个大扫把把你扫地出门。好。我还有一件事要问你，你是扬州本地人？当然了。那你会讲扬州话吗？扬州妹，品球浓，耍棍耍枪好把式，吃到小云霄，3文钱一亩。她一个大家闺秀，怎会知晓市井天桥的小吃价钱？快点，小姐她们已经要起床了。这是干嘛？手没事吧？没事，师傅给的灵丹妙药已经止住了。少爷，请吧。请。
小喜姐，快来一下。我自己会洗。床单上有血迹，真的？我看看。快去告诉老太君，这样他可放心了。是。少爷、少奶奶，请你们俩用完早膳之后，去向老太君请安。好，知道了。傻丫头，有福都不会享。这将军府你不待，你要上哪儿去啊？我才不在这儿待呢，这比坐牢都难受。哎呦，说的也是。我听说呀，这府里都死了2位夫人了，吓得我呀，连夜都不敢过。哎呀，那陆小姐她怎么办呀？我呀，给她灌了睡眠散，她没有2天醒不来。能行吗？怎么不行？哎，你走不走？自身都难保了，还管她干什么呀？走吧，走吧。奶奶，这齐府怎么清一色都是女人啊？阴盛阳衰。咦，你看看这个，刚刚还好好的，现在又咳嗽了。明艳，还不快跟奶奶奉茶？啊，天磊，快坐下啊！老太君慈眉善目，像是佛堂里的菩萨像。冰燕见了就想更恭顺一些，好好给您敬茶。老太君，请喝茶。哎，祝老太君福寿安康。小喜教我的词，我想不起来了，怎么办？